大象虽然身躯庞大，但是它们通常很温柔，就像人类一样，它们能感受到丰富的情感。众所周知，它们拥有出色的记忆力，但这种记忆是否足以在几十年后认出一个人呢？观看这段影片直到最后，因为它将让你大开眼界。达芙妮·亨金斯出生在肯亚吉尔吉尔村外一个大型伐木场。6岁时，他第一次和父亲一起参观了一个自然保护区。从那一天起，达芙妮就知道动物是她的最爱。在感受了整天与美丽而威严的动物相伴是多么不可思议之后，达芙妮决定将自己的未来奉献给那些无助的动物们。她想为动物们创造一个安全的家。后来，达芙妮以班级第1的成绩毕业，甚至还获得了医学奖学金。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，对肯亚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是摆脱贫穷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。但为了追求她的梦想，达芙妮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个无数肯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。不久之后，达芙妮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大卫·希尔德里克。大卫是萨沃国家公园的创始人，和达芙妮一样，大卫同样对动物充满热情。共同的梦想使2个人坠入了爱河，并结为了夫妻。没多久，他就成为了保护区的负责人，在那里工作，照顾各种野生动物。达芙妮终于梦想成真，她和大卫一起拯救了许多野生动物，特别是那些成为孤儿的大象。这些动物的父母通常因干旱或各种疾病而死亡，但最致命的威胁却恰恰来自人类。偷猎者们为了获取它们美丽的象牙而不择手段的杀戮。达芙妮和她的丈夫照顾着一些幼象，并教导他们野外生存的技能，直到他们可以重返大自然。当这对年轻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1个孩子吉尔时，达芙妮欣喜若狂，他们的幸福似乎变得更加完美无缺了。达芙妮过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，他们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但命运总是那么多舛，在幸福地度过了17年的婚姻生活后，达芙妮的丈夫因心脏病发作而离世。大卫过世后，这位悲伤的女人发现很难继续她的使命，她放下了一切来怀念大卫。达芙妮始终无法让自己的心情得以平复，她曾经想过要辞去保护区的工作。大卫不在了，达芙妮无法忍受独自在公园漫步，但她的内心深处却又总有一个声音告诉她不能放弃，她必须独自前行。大卫为动物们创造了美好的家园，他们共同的梦想必须延续下去。当时达芙妮不会知道，她将迎来一个多么伟大的奇迹。达芙妮着手创立了自己的国家公园，取名为内罗毕国家公园。他专注于大象和犀牛的保育工作，并倡导全球禁止象牙贸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达芙妮不仅获得了肯亚动物保护组织的最高奖项，还接受了伊丽莎白20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国勋章。有一天，达芙妮在巡视国家公园时，看到一头刚失去了整个家庭的小象被正在努力地适应新生活。这已经不是达芙妮的国家公园第1次收养小象了，但这次有些不同。这头小象显然比它的同伴更喜欢亲近人类。有一段时间，当达芙妮经常需要外出，这头小象由于思念它，甚至拒绝进食。他给这只小象取名为坎巴。达芙妮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坎巴，给他更多的爱。他会经常抱着坎巴和他一起玩耍，或在坎巴安静的睡觉时念故事给他听。达芙妮一直与保护区内的所有动物有着深厚的友谊，但这头小象显得更加特别。达芙妮非常喜欢坎巴，但她知道总有一天坎巴会回到大自然中去。时光飞逝，到了坎巴重新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了。他必须为新的动物腾出位置。达芙妮最后一次拥抱了他的小朋友，告别是非常艰难的。达芙妮含泪送别了回归自然的坎巴，他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位忠实的朋友了。28年过去了，那个国家公园依然存在，达芙妮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，只是偶尔在公园帮忙。由于髋关节问题，他不能像过去一样努力工作。然而，这并不妨碍他每天在国家公园里欣赏大象。在一个普通的春日，达芙妮坐在公园里，像往常一样享受一天的时光。不远处，一群大象缓缓走来。当然，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。国家公园里随处可见各种野生动物，但这群大象停在了保护区入口。起初，人们并不在意，但当这群大象在20分钟后仍未离开，工作人员变得有些好奇。这群大象在这里做什么？他们需要帮助吗？还是只是碰巧在入口前停留了这么长时间？工作人员通知了达芙妮，希望她可以来看看情况。与大象相处多年，达芙妮对大象的行为有了很多经验。
也对这些温柔的大块头非常熟悉。也许他可以解释这群大象为什么会停留在这里。当达芙妮来到公园入口时，一头大象从象群中走了出来。达芙妮从他的肢体语言中意识到了什么，时间似乎凝固了。坎巴，是你吗？许久，达芙妮率先打破了沉默，她缓慢地走向这头大象，然后深情地拥抱住它。大象很安静，用鼻子轻轻触摸达芙妮。的确，这是坎巴，那只他曾经拯救过的大象。多年过去了，他并没有忘记达芙妮。今天他回来向达芙妮表示感谢，在场的工作人员对此感到无比惊讶。这群大象在保护区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才缓缓离开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大象是不会忘记的。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